很多人以为土耳其投资入籍被拒是因为钱不够，恰恰相反，大部分被退回的申请钱都是够的。而有一类错误，在你付定金之前就埋下了。先说门槛，本文写作时，主流路径2条：买不低于40万美元的合规房产，或存入不低于50万美元，并锁定3年。金额由主管部门设定，可能变动。条件写得这么清楚，为什么还会被拒？因为审查逐环节进行，任何一环出问题，整份都可能被退回。代价不只是白跑一趟，钱已经进了土耳其，房子已经过户，全家的规划全卡在那里。被拒原因集中在4类：房产不合规、资金路径存疑、文件不一致、背景审查没过。一个一个说。第一类，房产估值，最常见的雷区。房产要由资本市场委员会 SPK 授权的持牌机构出具估值报告，门槛看评估价，不是你谈的成交价。有些开发商为促成交易，报出远高于评估价的价格。你以为买了45万美元的房，评估一算可能只有30多万，不达标。第二个坑是权属瑕疵。土地登记局 TOPU 的 TagBase 系统里可能显示抵押、查封或位于不可授予外国人的区域。第三，同一套房此前已被用于他人入籍，或近期在关联方之间转手抬价，容易被认定不合规。怎么规避？付定金之前就核对 TagBase 权属，确认区域对外国人开放，用 SPK 评估价而非销售话术判断达标。说完房子说钱，这一类很有意思，被拒往往不是钱不够，是钱说不清楚。资金一般要以外汇形式汇入，并经土耳其央行 TCMB 出具汇入确认，比如 DEP 凭证。存款或基金路径还要按规定锁定，通常3年。难点在来源证明，资金若通过多个第三方账户辗转，或拿不出工资、经营收入这类佐证，就容易被质疑。中国个人购汇还有额度限制，要提前规划。建议是早点梳理来源链条，保留完整流水，让汇入路径尽量走直线，绕得越多，解释成本越高。接下来这一类最多人忽视，安全与背景审查，涉及犯罪记录、移民违规记录以及与制裁相关的关联情况，而且驳回往往不给理由。常见风险，在土耳其有过逾期居留，护照与居留材料上姓名或出生日期不一致，名下企业与受制裁主体有关联。全家申请时，任意成年成员的问题都可能拖累整体。办法只有一条，提前自查，如实申报。隐瞒往往比问题本身更致命，一旦查出不实申报，还可能影响后续申请。第4类数量最大，文件与流程上的技术性错误。人完全合格，就是被细节卡住了。流程一环扣一环，先拿税号，开土耳其银行账户，完成投资并办妥凭证，再申请居留，最后提交入籍。人一环文件缺失或过期，整份都可能卡住。高频问题，境外文件没做公证和海牙认证 apostille， 翻译件没经宣誓翻译，护照有效期不足，最终由内政部人口与公民事务总局 NVI 和总统办公室审核。那已经被拒了，还有救吗？多数不是永久封闭。估值、文件、资金凭证这类技术性问题，补齐后重新提交往往可行，也没有统一的等待期。但涉及安全背景审查就复杂多了，要先解决底层问题，再评估时机。特定情形下也有申诉空间，但值不值得走，看具体理由和证据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付定金之前埋下的错误是什么？就是先付钱，再做尽调。那些不可挽回的拒签，几乎都是钱投进去，房过了户，才发现评估价不达标。还有一个坑，被拒后盲目换个中介再交一次，没弄清确切原因，换谁办都是重复同样的错误。
说句实话，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，政策和个案都会影响，但可控的合规风险确实可以提前降到最低。中土华信集团总部在伊斯坦布尔，全中文团队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用中文书面汇报进展。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想了解更多，主页了解更多。